为什么在17世纪的中国，一张地图的传播力竟然远远超过了晦涩的神学教义？为什么一个精通神学的传教士，最后竟然要依靠画地图和修钟表在中国立足？当善意的布道被诬陷为拐卖幼童，当傲慢的中国士大夫认定中国就是世界的全部，利玛窦如何用科学的降维打击，生生地在排外的坚冰上凿开一道裂缝？这种科学传教的降维打击，究竟是利玛窦的权宜之计，还是他洞察中国士大夫自大心理后的精准手术？欢迎来到解读中国文化的频道，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让大脑升级，做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文化出埃及。第6章，罗明坚神父退场，利玛窦神父摆脱了一项严重的指责，他以自己的数学知识震慑了中国人。由于他们长时间得不到澳门援助这一事实，传教士变得贫穷，已经欠了好几个债主的债，不能再用翻译员或仆人了，并且不得不停止任何修建。他们的财政状况一天比一天糟糕。最后，罗明坚神父决定到澳门去唤起传教团朋友们的关注。他们曾经为这次期待已久的事业获得成功感到欢心。他向长官要一艘船，并得到一只真正豪华的船，这属于官员们用公费购得的那种，有30多名水手驾驶。长官的友谊表现在这一果断的行动，还有他答应他们的请求的那种善意中。他听说澳门制造钟表，就要求给他定做一个，答应给予善价。罗明坚神父抵达澳门时，他发现该城实际是荒凉的，正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和金融的挫折。为当地全部繁荣所赖的商人尚未从日本返回，这使得他把归期推迟了整整1年，怕的是自己空手回来，他的债主们会认为他再无还债之望。葡萄牙人担心着他们的商船不频繁的拖延，而修道院当时还没有固定的税入，钱少到买不起长官所要的钟。作为一种代替办法，他们就把制钟匠送到肇庆的长官那里去。这个人来自印度果阿省，是所谓的加纳利人，肤色深褐，是中国人称赞为不常见的。当船只带着这名匠人返回，并且做了解释后，长官表示很高兴他到来，还有澳门修道院送给他的稀罕的欧洲贵重小礼品。他马上把城里2名最好的匠人找来，协助新来的钟表匠工作，就在教堂里制钟。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料得到，官员们的友谊激起了百姓的妒忌。肇庆的居民已经开始反对神父了，而且变得越来越麻烦。我们先谈一下他们普遍憎恨的原因，然后谈一件特殊的诽谤。我们常说到，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任何交往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所有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百姓所共有的这种恶感，在广东省的居民中间来得特别明显。这里的文化不如别的省份先进。事实上，广东省是帝国的附庸，甚至今天还被其他省份当作蛮夷之邦。其他省份在文化教养方面比它强得多，授予的学位更多，提供的高官显贵也更多。这些百姓的不快心情只能因下面的事实而加深。他们的省份海陆2面都暴露在外国人面前，陆上强盗和海盗的抢劫使他们经常遭受重大的损失。近来他们又大受葡萄牙人到来的骚扰，特别因为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而变得格外严重。那是由于国库和某些有势力的商人从葡萄牙商人那里得到很大的好处所导致的。且不提国库或来自其他省份的商人，他们抱怨说，对外贸易抬高了所有商品的价钱，由此得利的只是洋人。为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这个名字在广东人中仍然通用。肇庆市民有自己的特殊理由仇视外国人，他们害怕葡萄牙商人会随传教士深入内地，而这种恐惧是不无根据的。神父们常去澳门城，他们和长官越来越亲密，这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反感。最能煽动他们的莫过于散播谣言。他们的传说中很有效的一个是，那座花费了那么多钱和那么大劳力修建起来的塔，是应外国传教士之请而修建的。这可能起源于该塔完成时，
神父们也正在盖他们的教堂。这一谣言起了这样的作用，乃至百姓们把它叫做翻塔，而不叫它原来所取的名字花塔。由这事件所产生的仇怨结果，当他们发现他们不能如愿以偿驱逐传教团时，他们一有机会就凌辱传教士，要么就捏造理由来这样做。人们每天到那里去游玩，当然这本来就是建塔的目的，教堂就成为从塔上不断投掷石头的目标，那实在是很讨厌而又危险的。从附近高塔上扔向教堂的石头，每一块都把它的房顶当靶子。当他们知道家里只有1-2个仆人的时候，投下的石头就最厉害。另一个惹他们攻击的愚蠢理由是，我们房屋的门在建造时是敞开着以供检查的，现在则按照本会的规矩关闭起来。他们要求把这所房子当作他们崇拜偶像的庙宇那样来用。庙宇老是大开大敞着，而且常常是轻浮闹事的地点。有一天，当他们的起舞实在难以忍受时，碰巧我们一名仆人跑出去抓到一个向房子扔石头的小孩，就把他拖进屋里，威胁说要把他送到公堂上去。听见孩子的喊声，附近的几个人就跑进屋里替犯人求情。于是利玛窦神父就命令把他放走，别多找麻烦。这成了大肆诽谤的好借口。2个讨厌神父的邻居就跟孩子的一个假亲戚商量，此人懂得一些诉讼，然后他们造谣说孩子被神父们抓走，并且在他们的教堂里关了3天，给他服了一种中国人所熟知的药，使他喊不出来，其目的是要把他偷运到澳门去卖为奴隶。这2个人将被传去作证，他们不费什么气力就说服了那第三者去打这场官司，因为他知道这会得到市民支持的。市民已成为外国人的公开敌人，想方设法要把外国人赶走。那个所谓的讼师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弟弟，教给他应该说什么话，带着他一起到公堂去。一路上，为了使百姓更加相信，他们穿过城里人烟最稠密的地区，2人都披头散发，嚎声叹气，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向上天和官员们呼喊，要求惩罚洋鬼子的罪行。在这里忍不住想加一句，中国人普遍有爱看戏、爱演戏的传统，在之前的一本书《中国人的性格》里提到了这一点。好，继续回到这本书。在长官面前，上诉人以惊人的奸猾诉说他的案情，把一切都说得好像很有理，尤其是他谈每个细节都有人证，这些证人完全可以信赖，因为他们都是邻居，并以诚实闻名。对这一突然袭击，除了进行祈祷而外，实在找不到什么帮助或支援。第2天，当一位神父正跟他的朋友们谈论这一案情，并草拟一份辩词想要戳穿诬告时，官府的一名衙役突然来到屋里，仓促地把他带到公堂，以致他来不及收拾他的文书。幸好他有一个中国话比该神父说得更流利的印度青年陪同。开庭时，长官说起话来很像是轻信上诉，他严厉地抱怨说，神父们被允许入境并得到他这方面的支持后，竟然这样对待他和他的百姓。然而，印度翻译员很懂中国诉讼的方法，他在又长又宽的袖子里装满了石头。听到长官说这些话时，他伸开他的臂膀，石头都滚落到公堂满地。作为一种抗议，他不需要找更好的揭穿谎言的证明了。在惊骇之中，他要求认真彻底调查这一意外事件的起因。然后他诉说神父们怎样遭到石头的袭击，孩子怎样在扔石头时被抓住，但马上就被放了。公堂上挤满了深信会定罪的好奇群众，他们想要给予看到邪恶的外国人因这一罪行从而被处以什么惩罚。长官聆听申辩后，认识事情的真相对他来说就和接受诬告者的谎言一样容易。他突然猛醒到诉讼是谎言。然而因起诉人再三坚持要叫可靠的证人来证实他的案情，长官就佯装怀疑，决心要得到所有有用的情报，把骗子暴露给全体群众。这会防止原告抗辩，说他是在不利的条件下打官司。因为众所周知，长官对神父们曾表示好感。最后，为了免使神父当场受窘，他宣布他无罪，把过失都归之于那个被派遣来制造钟表的加纳利钟表匠人。此人马上被遣返澳门，长官则取消至终的命令。
他下一步的做法是把3名建造者叫来，他们在出事的当天都在塔下，而原告则请求把邻人，也就是真正罗织罪状的人也找来，他们是完全了解情况的。长官遣散开了群众，当他离去时，他禁止神父离开公堂。这时在深沉的谦卑之中，神父进行祷告，把他的案情及其解决办法交给上帝，交给圣母，交给圣徒。可以自由离去的原告便和公堂的官吏一起出去找营建机构的成员。当他找到他们时，他恳求他们给他们钱，要他们为当事人作证。他还要求管事们把发起告状的2个邻居带去，因为长官点到他们的名字。在被告的心目中，建造者肯定会同意起诉的。神父们的到来和出现始终使他们不高兴，人们认为他们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把传教士赶出教堂去。最令人担心的是，这件事或许要把多年的辛劳化为乌有，结果使基督教的传播蒙受巨大损失。审讯的最后结果证明恰恰相反，他变得比预期的更幸运。3位可敬的老人，也就是建造者，被招来作证。长官升堂，3人都跪着，等候着谁先受询问，会问些什么问题。法官先问他们当中最年老的说，原告说孩子是从他父亲手里被夺走的，这话是否属实？正好相反，老人回答说，这时他证实，他常看见这个孩子向教堂扔石头，这次一个仆人跑出来抓住孩子，把他推到屋里，几个过路的人被孩子的叫声所吸引，就进屋去求神父宽恕孩子，放他走。他们肯定说神父心甘情愿地这样做了。长官问，孩子是否在屋里关了3天？这个问题是按真正中国方式来回答的，那就是仅仅冷笑一下。其回答有点像我们在念3遍使徒的信条时的表情。这已经足以使长官对原告大为发火，他以严厉和威胁的词句命令把原告重重加以拷打，犯人当即被剥去外衣，趴在地上。按照习惯，由廷尉用结实的大竹棍在腿和屁股上狠打。神父跪在长官前，不断弯腰叩头触地，请求免予刑罚。对他的请求的回答是，这种罪不应宽恕，因为他损害了无辜者的名声，甚至使无辜者有受重刑的危险。然后他告诉教士和他的翻译员，还有那3名建造师，这件事他已经听取足够多，他们可以回家去干他们的事。编造这次诉讼的邻居却逃脱了惩罚，他们没有被招去作证。事实上，长官并不知道他们也混入大堂听审，但当事情看来对他们的代理人不利时，由于害怕被发现，他们就悄悄地手足并用，从拥挤的大堂里爬了出去。无需多说，神父对裁决感到高兴，他为此感谢上帝。外头的百姓，那些由于人多而挤不进去的人，对于结果多少有些吃惊。他们向翻译员打听情况，当他把整个事情一说清楚，城里每条街都知道了，对传教团的诉讼是虚假的。次日，长官在教堂大门上贴出郑重的告示，这份通告说明外国人是得到总督批准在这里居住的，然后说有些不法百姓违反道义和常理，众所周知地欺凌居住于此的外国人，为此长官本人严刑禁止，今后再有人胆敢欺凌他们。并且通告还说，若有人违反这条法令，神父的翻译员就被授权把他带上公堂进行惩戒。这份通告已经足以制止他们的无理。第一件大麻烦事就这样结束了，但随后还有其他的麻烦发生。我们记述这些事件，目的在于指出，靠上帝的保佑，克服了我们的对手为了驱逐我们，从而制造的这些麻烦。结果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事业中越来越牢固地立身。谈完这件事，让我们再谈些顺心愉快的事情。在教堂接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全图，有学识的中国人啧啧称羡它。当他们得知它是整个世界的全图和说明时，他们很愿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标注的同样的地图。在所有大国中，中国人的贸易最小，确实不妨说他们给外国人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接触，结果他们对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他们确实也有与这幅相类似的地图，据说是表示整个世界，但他们的世界
仅限于他们15个省。在他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过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当他们听说中国仅仅是大东方的一部分时，他们认为这种想法和他们的大不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求能够加以研读，以便做出更好的判断。因此长官跟利玛窦神父商量，表示要请他在翻译员的帮助下把他的地图译为中文，并向他保证这件工作会使他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大家的赞许。利玛窦受过很好的数学训练，他在罗马攻读了几年数学，得到当时的科学博士兼数学大师丁先生的指导。应长官之请，他马上进行这项工作，那和他传播福音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按照上帝的安排，对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候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人民关心基督教。实际上正是这些有趣的东西使得很多中国人上了使徒彼得的钩。新图的比例比原图大，从而留有更多的地方书写比我们自己的文字更大的中国字，还加上了新的注释，那更符合中国人的天才，也更适合于作者的意图。当描述各国不同的宗教仪式时，他趁机加进有关中国人迄今尚不知道的基督教神迹的叙述。他希望在短时期内用这种方法把基督教的名声传遍整个中国。我们在这里必须提到另一个有助于赢得中国人好感的发现。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这位地理学家因此不得不改变他的设计。他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这更符合中国人的想法，使得他们十分高兴而且满意。实在说，在当时那种特殊环境中，再找不到别的法子更适宜于使这个民族信教的了。这种说法对很多人可能有点荒诞，因此我要简单谈谈这样做的理由。后来经验证明它是对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且又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从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当他们头一次看见我们的世界地图时，一些无学识的人嘲笑他，拿他开心，但更有教育的人则不一样。特别是当他们研究了相应于南北回轨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时。在这里加一句，这让我想起了《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孝不足以为道。好，继续回到这本书。再者，他们得知五代地区的对称，读到很多不同民族的风俗，看到许多地名和他们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致。这时候他们承认，那张地图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在这里补充一点，五大带指的是北寒带、北温带、热带、南温带、南寒带。好，继续回到这本书。从此之后，他们对欧洲的教育制度有了更高的评价。然而这还不是唯一的结果，另有一个结果也同样重要。他们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无数的海陆地带，这种认识减轻了我们的到来所造成的恐惧。为什么要害怕一个天生离他们那样遥远的民族呢？如果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这一距离遥远的地理事实，这种知识会有助于排除在全国传播福音的巨大障碍。没有什么比疑心更能妨碍我们工作的了。这份地理研究经常加以校订、改善和重印，进入了长官和总督的衙门，大受称赞。
最后应皇上亲自请求而进入宫廷。有关他流传的方式，我们后面还要再谈。就在地图绘完时，长官在大堂上曾拒绝接受的那只钟，刚好也竣工了。利玛窦就同时把2样东西都送给他，他收到礼物无比高兴，用最和蔼的词句来表达他的满意，并回赠了几样礼品。他自己出钱多制了几幅地图，分赠给他在当地的友人，并命令把其余的图送到各省去。几个月后，他发现家里没有人能上钟，就把它送回去，在教堂里用以供来客们取乐。让我们现在再回来谈谈罗明坚神父。上述事件就是在他离开时发生的。期望已久的商船从日本驶进澳门港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这就结束了罗明坚神父缺钱用的窘境。葡萄牙人的慷慨施舍使他得到大量支援，政府和其他好心的人给教会送来了钱和各种礼物，足以偿还债务，完成建筑，充分添置家具。房子本身很小，但很中看，中国人一看到它就感到很惬意。这是座欧洲式的建筑物，和中国人自己的不同，因为它多出一层楼，并且有砖制作的装饰，也因为它美丽的轮廓有整齐的窗户排列作为修饰，房屋的地点和安置也增添了它的美丽。从这里能看见沿水面上的所有建筑物，河上有各类船只，河边是整整一片树木繁茂的山峦，那是当地出名的美景。又加以欧洲新奇的装束，每个人都想一开眼界。来访的高官络绎不绝，其中不仅有来自本城的，还有从其他省份来见总督的官员。这当然无损于教会的名声，而且有助于帮助中国人逐渐增加对基督教的理解的愿望。地图获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以致利玛窦开始用铜和铁来制作天球仪和地球仪，用于表明天文并指出地球的形状。他还绘制日晷，或者把日晷刻在铜板上，把它们送给各个友好官员，包括总督在内。当把这些不同的器械展览出来，把它们的目的解说清楚，指出太阳的位置、星球的轨道和地球的中心位置，这时他们的设计者和制作者就被看成是世界上的大天文学家。这个民族是按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所有其他人的，他们深信他们所不知道的，世上其余的人也都不知道。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2卷第6章，罗明坚神父退场，利玛窦神父摆脱了一项严重的指责，他以自己的数学知识震慑了中国人。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读中国文化中与你再相逢。